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主上已经死了，他的灵魂都不存在这个宇宙了，你还记着他赋予你的使命做什么？交出时间，我们重塑宇宙，你和我共同主宰宇宙。和你同根生，是我永生耻辱。楚天渊，去死吧！纪南希声音落下时，掌心已经落在楚天渊的胸口上，想要直接打碎楚天渊的心脏。你疯了！你会死的！同归于尽。纪南希毫不犹豫，楚天渊有一句话没有说错，他是纪南希，纪南希也是他，但是那只是在他们还处于一个共体之内的时候。此时纪南希见到楚天渊缓缓倒下，他也朝相反的方向倒下，他感觉意识渐渐模糊。安南，安南。不知过去了多久，纪南希听到有人在唤他，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满眼着急的萧景琦。楚天渊呢？你刚刚见过他？纪南希点头，与此同时他环顾四周，只见周围一片狼藉，却不见楚天渊的影子。他又逃了。纪南希心口一疼，一口鲜血喷出来。刚刚打楚天渊那一掌是真的，他都受了这么重的伤，楚天渊也好不到哪里去。安南，我抱你去我的房间，让他们把这里收拾了。二人来到萧景琦的房间，纪南希开口问：刚刚是怎么回事？我在门外守着，屋里一直很安静，突然我听到一声巨响，进屋一看，就见你躺在地上，周围都有打斗痕迹，然后我就把你叫醒，之后的事儿你都知道了。纪南希想了想，可能是他和楚天渊打斗的时候受伤昏迷了，屏障消失，萧景琦才听到了声响。现在的情况就是楚天渊还活着，依照他对称霸宇宙的痴迷，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拿到时间，所以纪南希等人的处境很危险，毕竟降龙压不过地头蛇，而且纪南希还受了伤。萧景琦，你带他们赶紧离开。你呢？我留下来拖住他们。拖住他们？安南，你是要和楚天渊同归于尽吗？相信我，我会活着回去的。我让秦风带着他们回去，我陪着你，如果你能活着，我们就一起回去，你死了我也陪着你。纪南希笑了笑，我死了，你得好好活着，总得给我们的女儿留一个志气。安南，我给你的承诺何时没有兑现过？好，你告诉秦风，让他带着人现在就走，我们后面与他会合。萧景琦点头。与此同时，国师府邸，如纪南希所言，楚天渊的确伤得不轻，他比纪南希伤得还要重。在身边大夫的救治下，此时楚天渊才悠悠转醒过来。国师大人。楚天渊见他自己还活着，那纪南希也一定还活着。他没有想到纪南希真的敢和他同归于尽。死性不改，疯子！纪南希追了他几个时空，甚至为了杀他，不惜和他同归于尽。让皇上下令，明天早上请纪南希进宫赴宴。是，国师大人。一日清晨，皇宫里就来了帖子，请纪南希进宫赴宴。他和萧景琦来到宫门口，侍卫却拦下了萧景琦，他独自一人进了宫。见过皇上。昌兴帝不像一个皇帝，他满脸笑容，和蔼可亲。郡主有礼了，坐。纪南希能读懂人的表情，他看着昌兴帝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皇帝好假。安南郡主，再等一个人到了，我们就可以开席了。不知道皇上请我进宫，所为何事？自然是恭喜安南郡主喜得盟主，朕有心与大齐交好。这时一阵冷风袭来，昌兴帝的话戛然而止，见是一身黑衣的楚天渊。国师来了。纪南希实在是惊讶，昌兴帝怕楚天渊怕成这个样子，看来今天这宴席是楚天渊邀请他的。果不其然，楚天渊落座以后，昌兴帝饭都没有吃几口就借口乏了，然后离开了宴席。经过一夜，楚天渊已经恢复如初，纪南希看起来已无大碍，二人的恢复速度都很惊人。安南郡主，交出时间，我放你和秦王离开。不然呢？纪南希，你女儿还小，你难道真想为了天下人而让你女儿成为孤儿？你觉得你有能力杀了我跟萧景琦？我一个人能对付你，你的手下被你吃开了，就剩下一个秦王。秦王再如何勇猛，能抵挡我整个秦国？纪南希，这里是秦国，我占了地理优势，你赢不了我。是吗？那不如试试，看看你还有没有昨夜那么好的运气。时间我藏在望天崖，有本事你自己来拿。纪南希起身迅速离开，他要将楚天渊引出皇宫杀掉。只是楚天渊今日为何要在宫里设宴请他？所以今日进宫一定是楚天渊设的另外一个局。纪南希出宫看到萧景琦还在等着他，走去望天崖。等到纪南希和萧景琦赶到后不久，楚天渊也到了。
纪南希，你要是敢耍我，你就死定了。他站在纪南希对面，暗夜站在他身边，刚好和萧景琦面对面。那你来试试。说话瞬间，他和楚天渊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二人正处于冰天雪地里。在外面的萧景琦和暗夜只看到纪南希和楚天渊像一根木头似的杵在那里，他们死死地盯住彼此。最后暗夜忍不住向萧景琦发起进攻。幻境里面漫天大雪，纪南希点雪成冰，所有落在楚天渊身上的雪花都成了冰块。楚天渊想要挣扎，却一动也不能动。纪南希，你真卑鄙！楚天渊，技不如人，恼羞成怒了。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我，我是你，为何我在你幻术里面能杀人，而你在我幻术里面什么也做不了呢？楚天渊被对得哑口无言。楚天渊，可见我是我，你只能是你，你永远也成不了我，更成不了万物之主。纪南希话音落下时，楚天渊身上已经结满了冰，他手掌打向冰块，瞬间冰块碎成冰渣，而楚天渊体内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他的身体碎成了渣。幻境消失，纪南希回到现实，眼前的楚天渊已经碎成了渣，到处都是黑色的衣裳碎片。纪南希有些觉得不真实，他和楚天渊斗了数十万年，楚天渊就这么死了。萧景琦和暗夜的打斗也停了下来，暗夜见状直接溜了。安南，你有没有事？没有事。纪南希刚刚制造幻境消耗了精力，此时面色煞白。萧景琦，你亲眼看见楚天渊死了吗？死了。安南，你是不是太累了？纪南希的直觉向来很准，楚天渊明明是在他眼前碎成渣的，可是他又感觉不真实。可能是吧。安南，我们回家吧。来，我背你。那你可得背着走快点，不然秦国追兵很快就来了。好。萧景琦背着纪南希一路狂奔，直到和秦风等人会合才放下他。然而秦国追兵并没有来，纪南希十分疑惑。他们昼夜兼程赶了1个月的路。10月19，纪南希收到京城的信，嘉圣帝病危。他和萧景琦一路飞奔，在11月初4回到了京城。到了嘉圣帝的寝宫，纪南希一见嘉圣帝躺在龙床之上昏迷不醒。郡主，你可回来了，你一定要救救皇上啊！谢云初站在一旁，将事情经过禀报给纪南希。师父，20天前到了起床时间，皇上还未醒来。高公公去叫皇上，发现皇上昏迷不醒，紧接着立即派人去叫弟子来。弟子把脉以后诊断中风，可是按照中风治疗这么久，皇上依旧没有醒来的征兆。谢云初说完，纪南希已经给嘉圣帝把完了那个。郡主，皇上这是怎么了？皇上不是单纯的中风，还有什么？幻术。幻术？众人只听过巫术。郡主，这又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巫术？不一样，幻术不是妖魔鬼怪，也不是什么蛊毒之术，是有人给嘉圣帝造了一个幻境，把他困在了里面。也有可能嘉圣帝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幻境，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出来。要想让他醒来，只有同入幻境，把他带出来。要同入嘉圣帝的幻境，这十分困难。那现在怎么办？我去救皇上。高公公，皇上昏迷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高公公还在思考，婉贵妃反而先开了口。我给皇上弹了琴，皇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我走了。娘娘，琴呢？婉贵妃立即吩咐孟玉去把琴取来。这是皇上新得的琴，刚好那天赏赐给我，我就用这把琴给皇上弹了一曲。纪南希轻轻弹了几个音符就知道了，问题就出在琴上。娘娘，一会儿你继续弹琴，那天你怎么给皇上弹的曲子，现在就怎么弹。我和皇上的安危就交给你了。如果1个时辰以后我还未醒来，就把琴给砸了。萧景琦明白纪南希要去的空间是他进不去的地方，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人进纪南希的身，确保他的安全。此时天色已黑，皇宫内阴气沉沉，皇宫外危机四伏。婉贵妃在弹琴，萧景琦守在纪南希身边，谢元初守在一边观察，高权在门口把守，阻拦任何人进殿来。纪南希盘膝而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双目紧闭。他终于进入幻境，他出现在依天下门口，正好看见谢云初从里面出来。师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您不是在山饶城和齐国对战，这么快战事就结束了？纪南希恍然大悟，他进入的幻境就是京城。谢云初显然对纪南希突然出现在此十分好奇，还在碎碎念。师父，您前些日子写信回来，说过不了几天就要回来了，没有想到这么快。
说话之间，有人大声喊道：“安南郡主凯旋而归，班师回朝了。”他记得这个时候嘉圣帝要去城楼上犒赏三军的，这是带走嘉圣帝的最好时机。于是他疯狂往城楼跑去，他将所有侍卫打倒，来到嘉圣帝身边：“皇上，臣来带你回去。”你安南？嘉圣帝看了眼前的纪南希，又看了看城楼之下那身披铠甲的纪南希，大惊失色。怎么会有2个安南？来人，把那冒充本郡主的人拿下！一时之间，那跟随纪南希征战的几个徒弟就往城楼上冲。这就是楚天渊的智谋，无论纪南希何时进入幻境，都会面临这个场景，他会被当作奸细，被众人围攻。在这幻术里面，除了他和嘉圣帝是真的，其余的人和事都是假的，他对他们自然不会客气。可是就在他要赢的时候，幻境要崩塌了。皇上，跟我走。你到底是谁？朕如何信你啊？纪南希想了想，幻境里面全是过去的事，这些事嘉圣帝已经经历过了，而在这以后的事，嘉圣帝也是知道的。皇上，施加已除，困扰您多年的难题已经解决了。朕跟你走。纪南希抓住嘉圣帝的手一推，嘉圣帝出了幻境，而他依然还在幻境里面。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里混乱一片。王爷，七殿下和魏副统领带着人逼宫。萧景祺看向纪南希，只见他宛若木头，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嘉圣帝也还未醒来。谢元初，看看皇上。谢元初立即施针，接着萧景祺吩咐侍卫拿着本王令牌，召集宫里所有侍卫，守住城门，能守多久守多久。再派人从别的出口出宫，找裴牧之救驾。是，王爷。皇宫门口，萧景睿已经被纪南希废掉了4肢，可是短短4个月时间，他又重新站了起来。此时他正骑在马背上。将士们，皇上病危，安南郡主和秦王勾结，谋权篡位。现在我们就杀进宫去，杀了安南郡主和秦王，为皇上报仇。听从殿下指挥，杀了纪南希，杀了秦王。将士们，杀！萧景睿举剑下令，所有人往前冲。他们抬着木棍，使劲撞击着城门。就在这时，皇宫大门被撞开了，而那奉命去报信的人，此时才从皇宫狗洞里面钻出去。等城外的救兵，已经来不及了。王爷，不好了，大门破了，七殿下带人打进来了。萧景祺看着身旁的纪南希，大汗淋漓，满脸痛苦。他知道纪南希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关上寝宫大门，所有人抵住大门。谢元初，皇上怎么样了？脉象平稳，但就是醒不过来。萧景祺眉目拧得更深了，幻境已经坍塌，纪南希消失在幻境里面。嘉圣帝4周都是黑暗的，脱离了幻境，他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也能够听到外面的人说话，可是他回不来。就在这时，一束光从天而降，纪南希盘膝而坐，宛若天神。嘉圣帝仔细一看，眼前此人和纪南希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但仿佛又不是纪南希，就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会令人生出臣服之心。你是谁？安南郡主呢？不过此人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一扶手，他瞬间脱离黑暗。龙床之上的他骤然睁开眼眸，他回来了。皇上醒了。而寝宫大门口已经响起了萧景睿的声音：给我砸开大门，杀了纪南希，杀了秦王，为我父皇报仇。就在这时，寝宫的大门被撞开，萧景睿手持长剑，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目光落到纪南希身上，见其还闭着眼，知道他还没有醒过来。嘉圣帝虽然已经醒过来了，但是他却说不了话，他的确中风了。萧景睿提着剑，正要刺嘉圣帝。萧景睿，你这是要杀父弑君！他不配为君，更不配为父，简直禽兽不如。萧景睿，他是你父亲，你要杀他，先杀了我！萧景睿现在迫切地想杀了嘉圣帝，他一把推开婉贵妃，僵硬的双手抱着剑，正要插进嘉圣帝的胸膛。就在这时，纪南希醒了，他腾空而起，双手交叉打出一掌，一瞬间，所有侍卫悉数倒地。萧景睿手中的剑已经被打落在地上，他望着纪南希，不可置信。夜神明明告诉他，他们做了10全准备，只要纪南希进去了，就一定会死在里面。师父，我师父醒了。郡主终于醒了，皇上，我们得救了。嘉圣帝看着眼前的纪南希和他刚刚在黑暗里面见到的那天神，他在心里自动将纪南希归为那天神的化身。他望着纪南希，目光虔诚。乱臣贼子，还不速速跪下！所有侍卫像是中了魔法一样，纷纷放下武器，跪在地上。他缓缓落在地上，
快步走到嘉圣帝身边，3根银针入体，嘉圣帝瞬间能开口说话了。皇上，臣就驾来迟。安南，没有你，朕今天就亡了。谢谢你带朕回来。多谢皇上对臣的信任。皇上，这些乱臣贼子如何处置？在幻境里面，嘉圣帝依旧选择信任他，这份真挚的信任他很感激。此时嘉圣帝已经被扶着坐了起来，与此同时，裴牧之带着人赶到了。臣就驾来迟，请皇上恕罪。朕恕你无罪。萧景睿、魏德兴留下，其余人全部押下去。慢着！纪南希循声望去，见是魏晋押着萧景恒进来了。魏晋手里握着一把匕首。恒儿，你放了恒儿，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母妃别哭，我不害怕。接着他目光落到纪南希身上，双眸一亮。师父，弟子有听你的话，临危不惧，做一个男子汉。很好。魏晋，放了恒儿。纪先生，我姐姐怎么死的？我只想要一个答案。纪南希还没有开口，嘉圣帝就开口了。事关纪南希的声誉，他一定要保护纪南希的名声。你姐姐是罪有应得，你胆敢劫持皇子，这是诛九族的大罪。来人，救下小皇子。萧景祺和裴牧之正要行动，魏晋一用力，萧景恒感觉脖子一疼，他没有喊出声，只是皱了皱眉。你们都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哼，纪南希，你以为你赢了吗？你最疼爱的小徒弟，现在就要死在我手里了。魏静，杀了他，替你姐报仇。静儿，杀了他。纪先生，求求你告诉我，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不然我杀了她。魏晋，你太让我失望了。纪南希声音冷冽，他手一抬，魏晋嘶吼：纪先生，我只想要知道我姐姐的死因，我有错吗？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说话？然而他还未说完，纪南希的掌风已经打在他身上，他手中的匕首哐当落地，人也倒在地上。裴牧之迅速上前抱住萧景恒。殿下，有没有受伤？脖子有点疼。殿下，我给你看看。婉贵妃也跑了过来，抓住萧景恒的手，满脸关切。恒儿，一时之间，萧景恒身边围满了关心他的人。魏晋，我的话你是当作耳旁风。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姐姐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告诉你，你姐姐是被萧景睿利用，谋害皇上和我，证据确凿，被我们抓住以后凌迟处死的。不可能，不可能！魏晋，谋害皇上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而你身为魏烨的亲弟弟，却安然无恙，你可知道这是为何？魏晋一脸茫然，他现在的大脑已经不会思考了。皇上仁慈，惜你是个人才，这才放过了你。可你做了什么？识人不清，为自己的仇人利用，挟持小殿下做人质。我教你的那些东西，你都学到哪里去了？魏晋听到这里，哪里还有不明白的？他就是被萧景睿和魏副将给利用了。他泪流满面。叔叔，你早就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了，对吗？没用的东西，白养了你们姐弟。叔叔，我们是你的亲人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把你们姐弟养得这么大，让你们替我做事，理所应当。纪先生，我错了，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学子。他捡起一旁的匕首，插进自己的胸口，一匕首致命。下辈子别做我学子，投胎到普通人家，过平淡日子吧。他说完，走到嘉圣帝面前。皇上，魏晋已死，看在他是被人利用的份上，可否留他全尸？准。纪南希看了一眼裴牧之，裴牧之连忙让人把魏晋的尸体带了出去。魏副将藏得够深的，我一直以为你是白虹堂的人，没有想到你是萧景睿的人。纪南希，你当真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天下无敌了？我告诉你，强中自有强中手。你是说书院那神秘长老任千章吗？魏副将瞳孔一缩，满脸惊骇。任千章，书院长老院最神秘的存在。你怎么知道任长老？你认识他？我就是任千章，你们想要寻找的救星。怎么，你们是要找到我，让我来对付我自己吗？魏副将瞬间就傻眼了。寻找任千章的事是萧景睿的主意。纪南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任千章？
我愿意用大戟半壁江山换任长老重出江湖，只要你能杀了纪南希，条件都可商量。纪南希看着萧景睿念出这句话，以上是你写给任千章的信，对吗？萧景睿面色如土，这的确是他写给任千章的信，他想重金请任千章出山为他出谋划策。纪南希，你少装，你怎么可能是任长老？你不过是拦截了我的信而已。我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身份，我只是告诉你，萧景睿，你以为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眼里，你卑微如蝼蚁，愚蠢如猪。萧景睿哑口无言，纪南希没有再和萧景睿说话，他面对嘉圣帝。皇上，这二人如何处置？魏德兴3日以后腰斩，魏府满门抄斩，萧景睿贬为庶人，打入天牢，3日以后处死。魏福将一下子瘫软在地，裴牧之立即让人将其拖走。萧景睿还跪在地上，望着嘉圣帝冷笑：你笑什么？世人皆知皇上仁德贤明，是个好皇帝，虎毒不食子。皇上这是比老虎还毒，要杀了自己的亲儿子。朕已经给过你机会，你多番谋害朕，这一次直接想杀死朕，朕不杀你，你却要杀朕。皇上，你可还记得新嫔？新嫔，嘉圣帝是有些印象的，在他记忆里，新嫔一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女人。平时见到她，新嫔说话舌头都打结。皇上，你不爱我母妃，为何要把她娶进宫啊？你宠信了她，又抛弃了她，你知道她每天守在宫门口，等着你去看她，有多辛苦吗？你知不知道？萧景睿撕心裂肺地吼道：因为你一年到头也不去宫里看她一眼，你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萧景睿从小跟在新嫔身边，性格也很像新嫔，胆小懦弱，沉默寡言。再加上嘉圣帝冷落了他们母子，他们在后宫的日子十分不好过。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政务繁忙，后来我发现你对别的儿子特别宠爱，我才知道你不仅不爱我母妃，也不爱我。有一次他和嘉圣帝擦肩而过，嘉圣帝竟然没有喊他，他默默地看着嘉圣帝抱着别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从那以后，他就对嘉圣帝恨之入骨。你是什么明君？你就是一个昏君，你不配为父，不配为君。而他不知道的是，那一次嘉圣帝是真的没有看见他。大皇子当时摔了一跤，摔破了头，嘉圣帝心急如焚，哪里还有心思注意路边有什么人？现在的嘉圣帝和萧景睿，前者凉透了心，后者心里都是恨，他们父子终究成了仇人。压下去！处理完眼前的谋逆之人，纪南希回到嘉圣帝身边。皇上，你还有什么吩咐？安南，所有参与萧景睿此次谋逆的人全部查处，一个也别放过。是皇上。接着嘉圣帝移到了偏殿，工人清扫现场。皇上，您别担心，臣给你针灸几次，你就能自由活动了。萧景祺他们都去处理外面的事了，殿内只有嘉圣帝和纪南希在。嘉圣帝终于有空问了出来：安南，你到底是谁呀？朕在黑暗里面看到的那个天神，是不是你呀？纪南希闻言，想起自己在幻境里面的事，他一度失去了意识。等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他看到了万物之主。南希拜见主上，我既是你，你既是我。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后面的话，万物之主就径直走向他，瞬间他和万物之主重合。安南，纪南希的思绪被拉了回来，他回答嘉圣帝先前的问题：皇上，那不是臣。他不能说实话，而且就算他说实话，也没有人会信。嘉圣帝闻言，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断定纪南希就是神仙转世。安南，给朕说说这一次的倾国之行。是。纪南希将这一次出行禀报给了嘉圣帝，嘉圣帝大喜。太好了，大启在九州崛起，指日可待。安南，你就是大启青史第一人了。转眼3天以后，到了处决萧景睿的日子。此时纪南希出现在牢房。萧景睿，还记得我在茶轩里说过的话吗？等我回来，就是你的死期。你欠我娘的命，该是时候还了。母亲，动手。穆青端着的托盘里面只有一把匕首，就是魏晋插进自己胸口的那把。纪南希要为魏晋报仇，还有他娘嘉圣帝。纪南希，你毁了我的梦想。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你是人的时候，我都没有怕过你，
你变成鬼，你以为我会怕？犯我者，是人则灭，是魂则破。萧景睿，你下地狱去给那些被你害死的人赎罪去吧。随着纪南希声音落下，穆青割破了萧景睿的脖子，萧景睿当场死亡。穆青，将他的尸体扔到乱葬岗。是，楼主。娘，你可以安息了，害您的人都死了。他回到宫里向嘉圣帝复命。皇上，萧景睿死了。嘉圣帝眉头微微一皱，很快又恢复如常。他面色平静，可纪南希从他紧握的拳头看出，他的内心并没有表面这么平静。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背叛他，离开他，幸好还有婉贵妃和萧景恒。朕知道了，安南，你最近太累了，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是，皇上。到了晚上，萧景琦回来。安南，听说小圆圆今天又问你要弟弟妹妹了。可不是吗？这小淘气。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一会儿我去跟他说我们不生了。纪南希很意外，以前的萧景琦还开玩笑说要给小圆圆生弟弟妹妹的，今天怎么转性了？你怎么了？我有一个下属，他娘子今天生孩子，一尸两命，听说去找大夫都没有来得及。女人生孩子本来就是闯鬼门关，可惜了，怎么不提前叫大夫准备好？自从他创建了妇产科学，已经大大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他娘子当时一个人在家，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萧景琦搂住纪南希。安南，以前你生小圆圆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你身边，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小圆很乖，生她的时候很顺利。安南，对不起，我们以后不生孩子了，我只要你陪在我身边。不生个儿子继承你的王位？王位哪有你重要？将来小圆圆若是喜欢，这王位就给他；他若是不喜欢，秦王府就到此为止。纪南希没有想到萧景琦会这么想，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听到他这样说，他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安南，你活着，我才活着，我们一家人才能好好的在一起。今生有你和闺女，我已经别无所求了。纪南希靠在萧景琦怀里，心里无比安稳幸福。到了12月中旬，纪南希收到消息，楚天渊死了。楼主，我们在周边的国家的眼线禀报，这件事应该是有人在故意推动，周边的国家都收到了楚天渊死的消息。穆青将收到的消息一一禀报，而且他们还收到消息说，你是因为害怕楚天渊夺位，所以在坐上盟主之位后就迫不及待地杀了楚天渊。还有什么？纪南希看穆青那气愤的样子，就知道还有更难听的话。说您在联盟会上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选你做盟主。如今您奸计得逞，先杀了楚天渊，接着就杀了其他人，然后率兵攻打他们，称霸九州。楼主，这些谣言每个国家都在传，无法查出谣言的源头在哪里。更可恶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抵制联盟会上的协议。到这一刻，纪南希终于明白了楚天渊的意图，但是他还需要证实一下。针对这件事，倾国昌兴帝怎么说？气愤天鹰已经传出谣言，说要率兵攻打大齐，替楚天渊报仇。楼主，楚天渊在倾国并不得民心，他推行的那些政策都是靠武力强行压制的，而且昌兴帝几乎被他架空了。如今他死了，倾国皇帝应该大喜才对，怎么会那么愤怒？倾国如今和大齐开战，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昌兴帝为何要如此冲动，弃百姓于战火之中啊？纪南希听到穆青的疑问，满脸赞赏。穆青把这问题都看得如此透彻了，那身为国君的昌兴帝又怎么会不明白？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昌兴帝的目标是我。他几乎肯定了心里的猜测，楚天渊并没有死，而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做着他称霸九州、主宰宇宙的美梦。其他国家的谣言也是楚天渊的手段，甚至连他的死也是他的手段。楼主，要不要我们直接到倾国杀了昌兴帝？不用，你们杀不了他，只会打草惊蛇。密切观察倾国的动静，还有其他国家也要盯着。如果昌兴帝一旦煽动大家围攻大齐，那将会生灵涂炭。他不怕打仗，但是他不会让百姓遭受战祸之苦。是，楼主。二人就说完话，宫里就来人了。是嘉圣帝请纪南希进宫，那些谣言已经传到了大齐。纪南希从皇宫出来，带上穆青去了普隐寺。纪南希和主持相对而坐，主持看到纪南希依旧没有一丝意外。郡主，我说过你还会再来这里。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看来你已经知道我恢复记忆了。是，郡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依照住持的神机妙算，那一定知道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我和主上到底什么关系？主上到底死了没有？还有，怎么杀死楚天渊？郡主的第一个问题，相信你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答案一样。第三个问题，郡主你和楚天渊是同根生，你们命相连，你活他就活。所以楚天渊并没有骗我，我杀了他，我也会死。是。为何你和楚天渊都知道，而我却不知道？当年时空之城大乱，主上自责以身止乱，身云宇宙。在死之前，他做了什么决策，无人知晓。我也不知郡主为何不知晓。郡主，或许你还有一部分记忆没有恢复。纪南希没有说话，他现在在想，杀楚天渊势在必行，这是他数万年的使命，他没有选择。山河滚烫，总要有人守护他。主持，今日我来之事，麻烦你别告诉秦王。是。第二天，纪南希醒来，拉开窗帘，映入眼帘的是雪花漫舞。他打了一个冷噤，兰主，没有人回应他。来人，依旧没有人回应他。他连忙穿好衣服，推开门。奇怪的是，他的门口竟然有花，花枝插到雪地里，从他的房门口一直到院门口，全是玫瑰花。他以为是小圆圆闹着玩，就喊了一声圆圆，依旧没有人回答。他心下好奇，就披上披风，沿着玫瑰花路一直往前走。他伸手打开大门，瞬间无数花瓣从天而降。与此同时，他耳边传来了奇音，弹奏的是一见倾心。在大门前站着一群人，萧锦旗一手抱着一束大红玫瑰花，一手牵着小圆圆，笑脸盈盈地站在众人面前。在二人身后的是太妃、萧锦清、裴慕之、谢云初、白小鱼、秦家，他的朋友学子徒弟都来了。阿南，我今天……爹爹，您都练习了这么多遍了，怎么还紧张啊？难道爹爹上战场也紧张吗？这是和上战场不一样，上战场想的是赢，面对你娘亲想的是如何输。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他放开小圆圆的手，上前一步，双手捧着花递给纪南希。阿南，我刚刚说的在你面前，我想的是如何输，是因为我要一辈子让着你。阿南，今天我把大家都请来，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的幸福。我曾经亏欠你的，我会用余生来弥补你。阿南，嫁给我吧。萧锦旗单膝跪下，语气真诚，身后众人翘首以盼，满脸期待。纪南希在看到萧锦旗的那一刻就知道了他是在求婚，只是他昨天从普隐寺回来，确定了杀死楚天渊他也会死的事，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那他又怎么能连累萧锦旗呢？可是他真的很想和萧锦旗在一起啊。阿南，我知道你去普隐寺了，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我都和你共进退，哪怕只做一天的夫妻，我也要娶你。即使只做一天夫妻，也不后悔。不后悔。纪南希想起和萧锦旗的种种过往，他知道萧锦旗爱极了他，他已经和萧锦旗错过了那么多年，一辈子这么短，不能再错过了。好，我答应你。萧锦旗闻言立即起身，一把将纪南希拦腰抱起。已经停下的花瓣雨重新倾泻而下，弹奏的琴曲也变了，从一见倾心变成了做我的娘子。爹爹求婚成功了，娘亲要嫁给爹爹喽！太妃等人也鼓掌欢呼，他喜极而泣，抹着眼泪。还好你哥争气，要是他这辈子没把西西重新娶回家，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娘，我真怀疑郡主才是您亲生的，我和我哥呀是捡来的。西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在我心里跟你和你哥没有区别。纪南希被萧锦旗抱着转得头晕。萧锦旗，快放我下来，这么多人看着呢，别人会笑话的。我抱我娘子，谁敢笑话？要抱金屋悄悄抱啊。好啊，这可是你答应我了的。萧锦旗得了纪南希的许诺，将他缓缓放下来。太妃等人上前来，众人恭贺他们二人。西西，这是当初老王爷给我的定情信物，现在我传给你了。娘，这就是当初被我惦记，然后又被你上了3把锁的宝贝？那是。
娘，原来这宝贝是留给我未来嫂嫂的呀！谢谢太妃。郡主，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和我哥幸福长长久久。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纪南希打开一看，是一根发簪，这发簪一看就价值不菲。谢谢青妹，破费了。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纪南希将众人迎进了屋。今天这样的喜事，自然是要吃一顿好吃的庆祝的。纪南希和萧景祺与老百姓告别以后，二人就进了宫。皇上，臣想重新求娶安南郡主，恳请皇上赐婚。现在知道来求朕了。一开始求婚的时候，把神仙居弄得那么热闹，都不叫朕去。萧景祺在神仙居向纪南希求亲的事早就传开了，这么大的喜事自然很快传到了宫里。朕以为啊，我们君臣一条心，没有想到你们终究是把朕当作外人呐。嘉圣帝这话一出来，纪南希和萧景祺都愣住了，这不像是一国之君说的话呀。臣知错，恳请皇上恕罪。哈哈哈哈哈！好了，朕就原谅你们了。秦王，你想清楚了？是，臣想清楚了。若你以后胆敢再欺负安南，朕绝不轻饶。皇上，若臣再犯，不用您动手，臣自行了断。好，安南，可还记得朕曾经说过的话呀？臣记得。想清楚了？皇上，臣想清楚了。好，以后嫁到秦王府，若是受了欺负，不要闷着，一定要告诉朕，朕给你做主。整个大齐如今怕是没有人敢公然欺负纪南希。纪南希听到此话，感动得不得了。是皇上。朕曾经说过，将来无论你看中谁，要嫁给谁，朕都会封你为公主，风光出嫁。安南郡主听令。臣在。季氏之女，名南希，知书识礼，贵而能谏，传道解惑，心系万民，多次救朕于危境，保家卫国，功劳无数，现册封为安国公主。安国顾名思义，定国安邦。谢主隆恩，臣定不负皇上厚望，终其一生定国安邦。纪南希没有想到，嘉圣帝一直记得给他的承诺，这个封号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嘉圣帝对他的信任爱重。嘉圣帝听着纪南希真诚的语气，一脸欣慰。他知道纪南希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许下了用尽一生定国安邦的承诺，那他就一定会做到。安国公主和秦王成亲，这是大喜的喜事，朕会让礼部选一个良辰吉日，到时候再宣布天下。是皇上。3日以后，嘉圣帝对外宣布，明年的6月28，纪南希和萧景祺成亲。与此同时，朝廷出银子给纪南希建一座公主府。12月初8，腊八节。安国公主，皇上请您立即入宫。发生了何事？天大的吉事。正巧萧景祺也在，他就和纪南希一起进宫。到了御书房，嘉圣帝急得背着手在殿内来回踱步。你俩呀，可总算来了，这是边关急报。二人目测有5、6个折子，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同一个地方送上来的，看完以后才发现，这急报是6个地方送上来的，皆是百里加急的战报。这6个城池比邻，又分别和不同的国家接壤。之前因为楚天渊死亡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已经有国家对纪南希十分不满了。现在下面呈上来的急报，就是清国、齐国、北商、宋国、赵国、吴国同时攻打大齐，借口就是纪南希杀了楚天渊，要独霸九州联盟会，称霸九州。如果大齐朝廷交出纪南希给他们处置，那他们就立刻退兵，并承诺在100年之内不再主动攻打大齐。这群人真是不知好歹。皇上，安南绝无称霸九州的意思，他只想九州安定，天下太平。朕明白，如今大齐再也不是过去任人宰割的时候了。就算我们想称霸九州，那有何不可？不想称霸天下的帝王不是一个好帝王。大齐如今蒸蒸日上，如果想要往外扩张，这也是可以的。而且嘉圣帝认为纪南希有这样的实力。安国公主，你怎么看？皇上，臣想听你的真实想法。朕不会答应他们的条件，绝对不可能把你交出去。依靠出卖一个女子求得大计的平安，如此丧权辱国的条件，跟亡国有什么区别？
朕的意见，打，往死里打！朕御驾亲征，朕要看看那帮龟孙子到底想如何欺辱我大齐。皇上，臣可以平息战乱，而且大齐一定会赢。你有办法？他知道纪南希行事稳重，不会夸下海口。他说能赢，那就一定能赢。萧景琦在一旁看着纪南希，两只手攥得紧紧的。他明白纪南希要做什么，他阻止不了，也不会阻止。他已经做好准备，和他一起赴死。臣有办法。这次6国一起围攻大齐，看似团结，实则一盘散沙。宋国、赵国、吴国只是担心臣杀了楚天渊，下一个目标会对付他们。而齐国和北商本来就和我们有旧仇，他们是来报仇的。秦国的目的更明显，他们想要的是我的命。皇上，这盘棋看似错综复杂，而实则他们都捆绑在秦国这条绳上。楚天渊一死，秦国一灭，这局也就破了。纪南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他也跟着死了。嘉圣帝把纪南希说的话又想了一遍，觉得可行。好，秦王，你怎么看？萧景琦的目光一直在纪南希身上，四目相对，他们都很清楚结局，他没有选择。皇上，楚天渊一死，臣会带兵攻打秦国。他没有说的是，他要灭了秦国，他要让九州再无秦国，他要用秦国为纪南希陪葬，最后他会陪着纪南希长年。好，就这么办。高权，你旨，为大齐江山之永固，其天地辅佑，11皇子萧景恒仁孝明理，才德兼备，现册封为皇太子。圣旨成，纪南希心里万般滋味，不仅仅是他已经做好为大齐牺牲的准备了，嘉圣帝也是如此。皇上，御驾亲征之事，还恳请您再三思量。朕知道你是在担心朕的安危，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朕也要和你们一同抗敌。朕的命是命，你们的命也是命，将士的命更是命。朕不能一直坐在金銮殿上享受万民朝拜，让朕的子民去边疆保家卫国，马革裹尸，而朕在这里安然无忧，朕惭愧呀。嘉圣帝说到此处动了情，眼眶红红的。大齐百姓得遇此明君，是他们的幸福。朕要让整个九州看看，大齐站起来了，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朕要让大齐千千万万的将士看看，他们守护的大齐皇帝不是孬种，大齐只有战死的帝王，绝没有贪生怕死的帝王。话已至此，如果纪南希再阻拦，那就是打嘉圣帝的脸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尊重他。皇上，事态危急，刻不容缓，我们尽快启程吧。点兵，明日一早启程。第二天，上万百姓在城门口跪送嘉圣帝出征。嘉圣帝身披铠甲，腰悬佩剑，骑着骏马，龙威大显。纪南希和萧景琦一人骑一匹马，陪在嘉圣帝左右。他们这一出行就开启了大齐史上的新篇章。来年到了正月底，大部队赶到边疆。这一次他们选择落脚的城池是丰城。原本6个国家分开攻打大齐的6座城池，后来他们听说嘉圣帝到了，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把目标对准了1座城池。此时6国主力同桌而坐，他们正在商议如何对付纪南希。皇上，我带兵打头阵，等阵破以后，我们一起抓住纪南希。你是想第一个抓住纪南希，好扬名天下？如何最快成为天下第一？最快的捷径，那就是杀了天下第一。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好名扬天下？难道你不想亲手杀了纪南希？我是想杀了纪南希，但不是我一个人独占这个功劳。南宫墨景，你别忘了，我们的组织名叫6国斩神，而不是你南宫墨景一个人斩神。你……南宫墨景气得七窍生烟，他将目光落到昌兴帝身上。皇上，您拿一个主意。我只要活捉纪南希，大起义随便你们瓜分。大家都不要吵了，这一次6国斩神是由皇上发起的，自然是由皇上说了算。对，皇上说了算，只要能杀了纪南希，其他都无所谓。我没有意见，听大家的。南宫墨景和上官荣进会服从楚天渊，但并不服从昌兴帝。如今楚天渊一死，他们对倾国无所畏惧。
所以他们二人敢当着昌兴帝的面吵架。既然如此，上了战场，我们就各凭本事，谁杀得了纪南希，就算谁的本事。他说完，不顾众人的脸色，拂袖而去。上官荣敬也负气而走。宋国、赵国、吴国的实力相对弱一些，他们可不敢如此豪横。皇上，我们是绝对听从你的安排的。昌兴帝的目光从卢将军身上移到另外两人身上，冷漠狠厉。他一个字也没有说，起身离开。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昌兴帝很奇怪呀？哪里怪了？我也发现了，他并不像外界传言那么软弱好欺。依照他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性格，他怎么会被楚天渊架空呢？难不成这个皇帝是假的？毕竟呀，真的皇帝谁不想待在皇宫里面享福，跑到这里来受这个罪啊？管他的，我们的目标是大齐，只要杀了纪南希，瓜分大齐，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三人相视一眼，点点头。现在他们只想杀了纪南希，扬名立万。这六国斩神犹如一盘散沙。3日以后，六国集齐兵力攻城。大齐皇帝，我们无意与大齐结仇，只要你交出纪南希，我们立刻退兵。无知小儿，休想朕交出安国公主，朕与你们势不两立。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大齐欠我皇兄一条命，兄弟们，给我杀了纪南希！昌兴帝自始至终都看着纪南希，他的目标只有他。纪南希，你杀了我倾国国师，还命来！还命来！还命来！愚不可及！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仇人，你们错了。你们的仇人是你们的领头人昌兴帝，也就是楚天渊。纪南希，你不想承认自己杀了楚国师，也不用编这种谎话。昌兴帝和楚国师怎么可能是一个人？你当我们傻，好哄骗？杀了纪南希，为楚国师报仇！城楼下敌军的嘲讽和辱骂之声犹如浪潮，一波又一波袭来。不仅仅是他们不信，就是纪南希这边不明真相的人也是不信的。纪南希妖言惑众，企图离间我们，大家不要上当。现在我们就撞开城门，杀了大齐皇帝，活捉纪南希，瓜分大齐。今天谁能抓住纪南希，谁就是天下第一英雄。一时之间，六国之君气势高涨，喊声震天。然而纪南希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再给尔等一次机会，今日一战是我和楚天渊，也就是你们看到的昌兴帝之间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们现在退兵，大齐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然明年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哈哈哈哈哈！纪南希，你以为我们是被吓大的？别在那废话，有本事下来干一架！纪南希，死到临头还嘴硬，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皇上，你小心，臣去了。嘉圣帝察觉纪南希语气里有一丝异样，不过形势危急，他没有多想。而他不知道的是，纪南希这是在和他告别。纪南希说完话以后，直接从城楼飞身而下。昌兴帝见到纪南希下来了，他飞身而起，在这瞬间，二人进入纪南希制造的幻境中，四周一片荒漠，烈日炎炎，死寂沉沉。幻境之外，萧景祺骑着马从城门冲下来，他的目标是倾国。嘉圣帝也没有闲着，他手持长枪投入战斗。一时之间，大起士兵士气高涨，外面的世界厮杀声响彻云霄。幻境里面，纪南希和昌兴帝相对而立。楚天渊，这里没有外人，你何必还带着昌兴帝的脸？他这话一问出口，幻境之外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昌兴帝以为他们在幻境中，他们二人说话，外面的人听不见。纪南希，我真是低估你了。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就是昌兴帝的？在你以昌兴帝的身份对外宣布我杀了楚国师，我就怀疑你才是真正的昌兴帝。而我在倾国皇宫里见到的那个昌兴帝，只是一个傀儡。我想真正的昌兴帝早已经被你杀了吧？没错，纪南希，你太聪明了，和你说话完全不费脑子。如果我们不是注定是敌人，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我精心布局数十年，你是如何发现的？九州联盟会结束，傀儡皇帝请我进宫吃饭，
结果没有说几句话就走了，这完全不像是请我吃饭的样子。当时你也承认了，真正请我入宫的人是你，而你在那前一天晚上还找过我，为何要多此一举？你如此聪明，会不知道？你以为我会在倾国皇宫里面杀你？我在倾国皇宫里杀了你，会激起倾国民愤，如此倾国皇室就有理由对大启发起攻击。而且我想当时皇宫里面早已经埋伏好士兵，如果我一旦在里面动手，可能就很难出皇宫了。没错。之后我将你引到连苏城外的望天崖，将你杀了。当时我并没有杀死你，而是你用了障眼法。你假死以后回去杀了那傀儡皇帝，从此倾国再无楚国师，而楚国师已经成为了倾国昌兴帝。多年以前，因为你只手遮天，企图架空皇权，倾国真正的昌兴帝就打压你，曾试图杀了你。后来过了没有多久，昌兴帝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你一味的顺从，甚至甘愿成为一个傀儡，承受世人的辱骂，将倾国的大小事都交于你处理。我想那个时候，真正的昌兴帝就惨遭你毒手，后来这昌兴帝就是你的傀儡。这一手阴阳将那些人玩得团团转，楚天渊不愧为曾经的九州第一人。那帮蠢货，我只不过略施小计，他们就全部都上钩了。幻境之外的人听到此处，开始大骂楚天渊。一开始是六国合力攻打大齐，在这瞬间风向完全变了，变成了所有人开始攻打倾国。纪南希，你没有想到吧？我的号召力一点不逊于你，只要够狠，会耍手段，九州之人都会听命于我。假以时日，我一定能称霸九州。那要看看你有没有命走出这里。楚天渊，无论是在倾国皇宫还是在望天崖，你都想借我之手假死，然后顺理成章地取代昌兴帝，然后你对外宣称我杀了你，说我要对付其他国家，还说我要称霸九州，你威逼利诱他们一起来攻打大齐。楚天渊，你为了一己之私，置天下人的安危于不顾，造成九州大乱，你真是该死。楚天渊的阴谋揭露到此，纪南希相信幻境外面的人已经听明白了，接下来幻境外面就交给萧景琦了。他相信萧景琦一定能够完成他们的计划，于是他封锁了幻境，确保楚天渊无法逃出幻境。他要和楚天渊同归于尽。纪南希，你还不明白啊？你杀不了我，我也杀不了你，我们的命是连在一起的，我死你也得死。我知道，我说过，我和你同归于尽。纪南希，你和主上真的是一模一样，一样的自大，一样的爱做好人。你以为你杀了我，你死了，九州的人就会感谢你？纪南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也别在这里假好心，不如我们谈和，平分九州。滚！楚天渊，这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拿到的时间。他从袖子里取出2个盒子，把盒子打开，把时间给我。纪南希慢悠悠的，丝毫不着急。他取出2块玉佩，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钥匙。刹那间，幻境里面地动山摇，幻境外面更是要变天了一样，乌云密布，狂风呼啸。萧景琦抬头，他死死地盯住纪南希方才所在的地方，企图看到一点什么，可是乌云太重，压在半空，什么也看不见。安南，安南。普隐寺，主上，我随您而去。他席地而坐，圆寂了。小圆圆正坐在院子里看书，突然说心痛，哭闹不止。裴木之连忙把她抱在怀里哄着：“娘亲，娘亲，我要娘亲！”三师兄，莫不是师父出事了？师父留得有劲。裴木之一直随身带着，连忙从怀里取出来打开一看。纪南希把信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过，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再把信打开。木之，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为师已经不在了，大启就交给你了。三师兄怎么了？谢云初去拿裴木之手中的信，一时之间，裴木之、谢云初、小圆圆糊成一团。幻境里面，纪南希没有想到，仅仅只是拿到钥匙，天象就会变得如此诡异。
他将钥匙插进孔内，盒子打开，里面没有钟表，只有一块石头。这就是你想要的时间？你逃了几个时空，处心积虑就为了一块石头？纪南希，把时间给我。给你？这时间能扭转时空，是吗？是。那我就毁了它。纪南希抬手一掌打向时间，瞬间整个九州一片空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透明人，而纪南希却没有什么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还是好好的？为什么你没有变？纪南希环顾四周，他没有想到毁掉时间即是打开时间。楚天渊，难道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不明白，恶与善相斗永远不可能赢。当年主上以身止恶之前就已经布好了局，我和你都在局中，如果你不再作恶，一心向善，那你就会平安度过余生。可是你不知悔改，甚至企图妄想扭转时空，毁灭现在的宇宙，那注定被毁灭的只有你。为什么？楚天渊，一切都结束了。纪南希缓缓抬掌打向楚天渊，刹那间他就变成了碎玻璃渣。纪南希还在担心楚天渊会不会像上次一样炸死，很快他就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因为他的一双手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永别了宇宙，永别了我的亲人、爱人、朋友。随着纪南希一点一点的消失，整个宇宙的白也一点一点的消失。纪南希完全消失的同时，宇宙恢复如初。1个月以后，萧景祺带兵灭了秦国。皇上，此次6国合力围攻大齐，您御驾亲征，我们大获全胜，恭喜皇上。萧景祺话虽如此说，可他脸上没有半分喜色。嘉圣帝板着脸，脸上也没有笑容。秦王，安国公主可有消息？纪南希和他们永别的事，除了萧景祺，其他人都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死要见尸啊。皇上，安南他已经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胡说！朕不想听你废话，去把穆青叫来。是。萧景祺没有反驳，也不想解释，微微低着头，转身落寞离开。见过皇上，你家主子呢？如今秦国已灭，你家主子不用假死了，给他传信，朕命令他立刻回来。穆青低着头，身体都在颤抖。纪南希是赋予他新生的主子，他何尝不希望他能活着？皇上，公主她已经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放肆！你和秦王一样，你们都在骗朕。朕再听到有人诅咒安国公主，一律处死。还有，告诉你主子，快点回来，再不回来，朕夺了他的封号，下令通缉他。穆青默不作声，除了蓝竹，他陪着纪南希的时间最长，是纪南希最贴身的安慰。他心里比嘉圣帝更痛。滚！穆青转身离开。由于悲痛过度，嘉圣帝直接病倒了。嘉圣帝一直把纪南希的遗物送到神仙居。到了神仙居，裴牧之、谢云初、小圆圆双膝跪地，萧景恒单膝跪地，他们在迎接纪南希。恭迎皇上凯旋而归，平身。他捧着纪南希的衣裳，对小圆圆道：小圆圆，朕对不起你，没有把你娘亲带回来。虎威将军和纪南希都是为了保护大齐而牺牲，嘉圣帝十分愧疚。皇爷爷，我娘曾经教导我，此生无悔入大齐，来生还做大齐人。您没有对不起我，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学我娘保家卫国。好，好，真不愧是安国公主和秦王的女儿。小圆圆聪慧坚韧，小小年纪便心系大齐安危，是为大齐百姓之楷模，现特封为昭明郡主。谢谢皇爷爷。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萧景祺对嘉圣帝说：皇上，臣想和安国公主成亲。你说什么？皇上，今天是6月28，是臣和安国公主的婚期，臣恳请皇上为我们主持婚礼。你想好了？臣想好了。萧景祺神色认真，就算要死，他
他也要和纪南希成了亲再死。到了地底下，他和他就是真正的夫妻了。好。过了一会儿，在嘉圣帝的主持下，萧景琦和纪南希的遗物拜了堂。萧景琦看着纪南希的遗物，仿佛看到了纪南希一样。如今小圆圆被封为郡主，有他的师兄师姐师弟护着他，还有秦王府在，无人敢欺他。太妃有小圆圆和萧景清陪着，他也安心了。朝廷有裴牧之守着，也可以安心了。